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王国合并系统，那刚好这个王国就结束了 KV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合并系统是怎样的。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呢，它就会讲开启自由组队了，然后在这个 KVK 的界面之中的右手边会出现这个组队的操作面板，但是如果你要创建的话，只能国王去创建而已，一般的玩家是不能够去创建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很夸张哦，本王国活跃人数为0，是要一个怎样的情况下你才会王国活跃人数为0这么夸张呢？是完全没有玩家了吗？那我们创建不了，我们来加入看看好了。这边就有分成2个王国，他邀请玩家去加入他们，但这里看下来似乎是没有其他王国去操作想要加入他们这样子。如果你决定说你想要跟这个王国合并在一起的话，就可以跟他沟通商量一下要怎样去合并啊，有什么对策之类的。这个王国其实挺新的，3043这么快就没有人了啊，有点神奇看来那个王国是已经被抛弃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但可能是因为才刚开始的关系啊，因为你们可以看到12月1日开始我现在录影片的时间啦，所以可能要等多几天才会有一些王国加入他们也说不定。如果真的没有王国想要加入他们的话，可能就会来到了这个系统组队剧本内移民，就会强制你跟某一些王国合并在一起。是讲如果你的王国是真的没有一个合适的合并王国，那你才有可能会留到下一次又再被系统强制报名尼罗河之王，就是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不断的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个王国有这么糟糕吗？连一个活跃玩家都没有，他不在联盟里面的，那他还有没有继续玩我就不清楚。但多数玩家大概率应该是不能够战斗。我稍微来看一下好了，他们的 KVK 成绩，哇，他们这个阵营的荣誉值也算蛮低的。我相信一些先锋王国一个王国的分数都可以超越他们了不需要阵营的分数，只是需要一个王国的分数都可以超越他们了。那这里看下来，这个王国的联盟是完全没有在占领排行榜里面的，所以有很大可能这个王国是完全没有出去战斗的，基本上这个王国是已经废掉了，所以才会看到为什么他的活跃人数为0这么夸张，连小号都没有在用。那既然我们已经看了正在合并的王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我有讲过的王国合并的一些王国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那原本我是想着说他们会不会发生那种腥风血雨的战斗啊，但让我失望了。王国里面的战斗其实是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有很大场面的战斗啦，似乎多数王国呢还是属于比较不活跃的，而且感觉他们也挺和平的，就是互相决定好谁要做国王之后就已经完成了，然后有多数的王国一些玩家他们就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联盟。但这边看下来好像是有2个联盟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排行榜好了。以联盟战力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半联盟，但是他这个联盟的玩家应该多数都是小号啦，他们全部被放置在 R1 的位置，然后看到有一些战力比较高的，不过多数的玩家战力还是属于比较偏低一点的，有一些是来自其他王国的玩家，也是跟他们融入在一起了，但是数量好像并不是很多。至于主联盟的话，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好了。主联盟这边的玩家似乎没有多少位是有标记是哪一个王国，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是系统的问题呢，还是他们王国本来就这么多人，但我觉得不太可能吧，你一个要合并的王国不太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玩家在原本的王国，所以我相信这种已经融入他们的玩家应该是把那个王国的标签给移除掉了嘛，就当做他们是同一个王国的玩家了，大概率是这样子啦。但原本这个王国因为他们合并了之后有很多玩家都在里面了，但现在他们又变回不是先锋王国了，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真的是移民离开了，觉得说这样子不好玩还是怎样啦那么这边可以看到画面呢，就是之前我做影片的时候看到他们拥有的战力130亿，我们算150亿吧，如果加上其他的王国之类的。但这边我们回来看的时候，这里战力就变成了，我们把这边2个总数加起来就100亿左右，所以另外50亿的玩家呢，可能是真的离开了
可能真的是移民了还是怎样，或者是他们之间有发生一些小小的战斗了，所以损失了一些战力，但是肯定跟之前是有差别，所以各位也不需要太担心了，因为在王国合并之后会变成先锋，可能只是暂时而已啦，因为在经历了里面内部的重整调整之后，玩家就会变回正常的情况。 OK， 那么现在录制的画面是第2天的画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组队到怎么样了。是可以看到有其他的王国他们自己也是建立了自己的队伍，看有没有人要加入他们，但是这边看下来好像就只有1个而已但是他这边会有2个是什么意思？已经有2个移民的玩家进去了吗？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吗？他这边写的不是很详细啊。然后在我第1天拍的那个影片之后呢，刚好出现了一封邮件，我看到那封邮件之后其实震惊加上伤感啊，因为可以看到有很多以前很强大的先锋王国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已经是没有人在这些王国里面了，就觉得感到很惋惜很可惜啊，也是很伤心啦。那这边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以前我的出生王国呢，虽然我那个王国不是先锋王国啦，但是毕竟还是自己建立账号的那个王国嘛，那现在也是变成没有人的王国，要进行王国合并了，看到也是挺伤心的。再来相信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1306这个王国就是以前肥肥的王国，肥肥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一个大佬了，他曾经这个王国也是跟960交手过，当时候的306他们拥有好几个联盟的，像他们的主联盟这边就有139亿了，当时候960也就只有148亿而已，还是精英的小队啊，很少玩家的那一种，但是并不是全部都是大佬。306除了这个联盟之外，还有包括另外一个拥有112亿的联盟，当然也是有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的1862，其实也是在这一次王国合并里面，就是以前那些先锋王国比较强大的王国全部都已经没有人了，就所以感到很伤感啊。但现在这些王国都已经成为往事了，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在想这之后960是不是也是会变成这样子啊，变成王国合并。虽然是讲现在960的战力还是属于高一点点啊，比较起他们，而且玩家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人，活跃度是0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总觉得总有那么一天可能也是会王国合并啊。所以看到这边一堆堆的列表，相信大家也是有一些认识的啦。像是之前我也是有跟1530交手过，我记得他们是先锋王国来的，现在也是没有了，不再是先锋了。还有其他的王国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不过我的王国暂时还没有进入到这边了。还有就是刚刚所讲的1862，但那个列表真的好长哦。1957这个我很认得，以前是马来西亚的王国来的也是先锋王国来的，但是他先锋的时间好像很短了，才几个月不到而已，然后他们就解散了。据说他们玩家其实并不是很活跃了。2142咯，这个相信也是大家知道的，就是之前跟2033内战的那一个王国2142。我原本想着说可能只有一部分而已啊，但是从这边列表看下来真的是太多了，只是3开头的会比较少一点啊，1开头的话就超级多。你们可以看到从这里拉到这里这么远，然后2开头就只有差不多2排的数目吧，因为它全部写在一起啊。其实它应该分成1、2、3开头的，这样子分成一排一排会比较好一点了。因为3开头毕竟还是蛮新的王国，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快王国合并也算是合理。所以我就一开始就讲了，如果他们真的要搞合并的话，其实早期推出的时候会比较好，现在推出真的是太迟了，玩家都已经走光了，能走的都已经走光了，当时候还可以救的时候应该要尽早救了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了，所以看他们这边王国合并变到怎样吧。当然详细的部分你们还是可以去王国总览这边点开备战王国，下面会有多一个已合并的王国，可以点开查看了。如果你们有感兴趣的话，它这边会显示出来有哪一些王国跟他们一起合并了。不过大多数好像是已经从先锋王国出去了，1816就是这个合并的王国，现在是已经不在先锋了。1202也是在合并，所以我觉得各位不需要太担心，就是说合并之后会不会王国突然变成先锋还是怎样啊？如果你们的王国有人会去挑
整的话，其实还好。而且在我看下来，至少是没有内战啊。会不会内战还是取决于你要不要跟对方争夺王位啊，有没有一些 MG 上一些排名内定的争执。如果是没有的话，其实还好。像我现在用着的这个账号的王国几乎是没有人了的，所以你说会不会有 MG 争执，我觉得还不一定，因为大家几乎都不在线了，不上线了，也不在乎了。OK，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啊，王国合并的部分呢，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觉得怎么样呢？如果有哪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如果你是被合并的其中一个玩家之一，或者是你已经经过合并的玩家王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